观今天的视野论财富人生，大家好，我是百年。东南亚这个有着6.7亿人口、3.3万亿美元 GDP 的地区，正在被打造为中国经济的后花园。最近1个月，中国在这里连续做出了3个史无前例的大动作，揭示出未来数年乃至数十年中国在东南亚战略布局的一角，一个宏大的战略布局徐徐展开。这个大布局包含了哪些内容，又将给中国带来哪些影响？今天百年就带领大家一窥中国的东南亚战略。环顾全球凡是那些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国家，都有着自己的经济腹地，或者说后花园。比如美国，从19世纪开始就将美洲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，并专门衍生出了门罗主义一词。通过控制关键地峡巴拿马，美国遏制住了整个美洲的咽喉。其甚至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，在1989年悍然入侵巴拿马，推翻了不听话的政权。法国则在中西非有着特殊的利益，至今殖民地法郎依旧在12个法国前殖民地国家流通。最近发生的尼日尔政变，则是对法国非洲利益的一种挑战。俄罗斯呢，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依旧将中亚里海沿岸视为自己的核心圈。比如在吉尔吉斯斯坦，俄罗斯除了有驻军以外，还拥有天然气管道、铁路等关键基础设施，负责供应能源。这就是为什么中吉乌铁路虽然不过俄罗斯，却要俄罗斯点头才能放行。那么中国呢？作为后发国家，中国并没有自己的经济腹地。长久以来呢，我们的国际影响力落后于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。虽然过去10年通过“一带一路”倡议，我们向沿线国家投资，提升了经济影响力，努力开拓市场，增加出口，获取收入。可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摆在我们的前面，那就是随着中国对外投资越来越多，如何保障中国在海外的经济利益？2023年，中国企业在印度动辄以查税为名被讹诈，在非洲甚至爆出了中资矿山被袭击、中方员工被屠杀的惨剧，这都给我们敲响了警钟。更进一步的，如何提升中国海外投资的效率，并与中国国内的经济相配合，以至于不让别的国家把中国视为只会撒钱的冤大头，这就需要我们更深层次的战略布局。而在最近的1个月有3个信号标志着中国在“一带一路”的第一站东南亚战略布局开始全面升级。第一个信号中国开始主导东南亚的地区安全局势。说到东南亚问题，南海总是核心。东南亚11个国家，8个国家都在南海周边。因为涉及到复杂的历史分歧，南海问题如果无法妥善处理，就会影响到中国在地区的话语权。不过这一形势出现了重大转折。根据报道呢，11月13号到11月22号，中国与柬埔寨、老挝、马来西亚、泰国、越南6国在广东湛江举行了为期10天的联合军演。这个名为“和平友谊2023”的联合军演意义非凡，因为其中从2016年南海风波之时就开始筹备。最初呢，只有马来西亚1个国家愿意配合我们。2018年泰国开始加入，而今年又新增了3个国家：柬埔寨、老挝、越南。在近期菲律宾不断挑衅的背景之下呢，其他南海周边的国家愿意放下分歧，和我们展开军演，就是站队中国愿意服从老大哥管理的一种表现。同时呢，中国保障地区安全的能力也开始体现出来。11月24号，缅北口岸发生了中国货运车队被不明分子炸毁的事件。同一时间呢，缅甸国内出现了仇视华人的不和谐声音。仅仅3天之后中国舰队就对缅甸进行了友好访问，缅甸的仇华声音随之得到了严厉管控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到访时呢，根据媒体拍到的现场图片，欢迎人员都挥舞着中国国旗，没有传统军事交流时大家挥舞的缅甸国旗，其背后的意味值得深思。第2个信号呢，是中国开始主导东南亚的关键交通枢纽。就像美国掌控巴拿马海峡，俄罗斯掌控中亚铁路一样，中国想要在东南亚提升经济影响力，也要掌控关键的交通枢纽。在这方面中国在中南半岛的铁路建设进展非常值得关注。有关中南半岛铁路关心的朋友呢，可能会看过这样一张规划图。从中国西南边陲出发，中南铁路分西线、中线、东线3个方向，将整个中南半岛与中国连接起来。其中呢，中线昆明至万象段目前呢已经建成通车。西线中缅2国虽然达成合作意向，但是由于缅甸政局动荡，目前呢尚未动工。而最有经济价值，同时也被认为最不可能实现的东线，却在最近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。根据12月13号的中越2国发表的联合声明，越南同意呢推进老街河内海防标准轨铁路建设，建设中越边境大桥，在基础设施方面加快对接中国。要知道，越南过去一直有着中国怀疑论的声音，
解放军坐着火车1天之内就能拿下河内的观点啊，也让越南官方过去不愿意加强和中国的交通对接。可是呢，随着越南政坛上亲西方的南方派全面失势，友华的北方派执掌政权。为了引入中国投资，提振越南北部经济，这一次呢，越南政府也是大举压住中国，给东线铁路建设带来了天时地利的机会。为此呢，越南甚至要放弃自己的窄轨铁路，全面采用中国的标准轨距。可以看出啊，这一次越南政府转向的决心。考虑到越南政府的执政效率和中国的建设速度，只要中越合作的大方向不改，东线铁路预计很快就能建成。届时啊，东线铁路延续至另一个对华友好国家柬埔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。而这就给了中南铁路的聚焦点泰国带来了极大的压力。如果不加入中南铁路，泰国的经济优势就会被越南抢走；如果加入中南铁路，中国现在在中南半岛的铁路布局就会从一条线变成一张网。中国在东南亚将获得前所未有的经济影响力。第3个信号啊，则是中国开始影响东南亚的金融体系。作为东南亚的金融中心，最近呢，我们和新加坡达成了2个重要合作。一个是12月7号，中国和新加坡全面升级了自贸协定，这是中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第1个负面清单贸易协定。在此之前呢，两国贸易哪些能够获得优惠，是需要通过正面清单批准的。而在此之后呢，中新之间的贸易投资往来，只要不在负面清单之内，就都可以放行。二是新加坡公署透露，中国与新加坡将开展普通护照30天互免签证合作。新加坡由此成为免签中国普通护照的第1个发达国家。此后呢，中国大陆公民去新加坡可能比去中国香港还要方便。此消息一出啊，立刻引爆了舆论热搜。很多人认为呢，中国和新加坡互免签证，为的是呢，在中国香港遭受美国制裁之后啊，打造一个引入国际资本的新窗口。当然不排除这个因素，但是呢，百年提醒大家，中国对新加坡的单方面免签，早在2003年就有了。这次新的合作其实是更方便了中国商人前往新加坡，并以新加坡为基地投资整个东南亚。到时候啊，东南亚各国主要外贸对象是中国，主要股东又是中国资本，那就为人民币在东南亚的流行创造了条件，为人民币在东南亚取代美元的结算地位创造了基础。到这里啊，我们就梳理完了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在东南亚的3大布局，它们分别是地区安全的布局、交通基建的布局、金融投资的布局。相比于过往呢，我们和其他国家只是单纯的外贸关系，这种布局呢可以说是全面升级，也将东南亚的经济和中国的经济牢牢绑在了一起。那么国家费尽心力做出了这么多的规划，究竟有什么意图呢？百年啊能够看到的战略价值就有3个。第一个，彻底无效化美国的脱钩断链战略。为了遏制中国工业实力的增长和产业升级呢，美国通过关税、技术制裁等多重手段阻止中国企业向美国以及美国盟友出口产品。这个时候呢，东南亚就可以作为中国商品的出口中转通道，美国制裁也不会制裁到越南、泰国这些国家头上。这里啊，可能会有观众提出疑问：产业都转移到了东南亚，会不会损害国内的经济和就业呢？这是过度担忧了。我们转移到东南亚的都是最辛苦、最低端的产业，现在国内的年轻人已经普遍不愿意干了。比如说，我们看2023年6月份的就业数据，尽管呢16到24岁的年轻人失业率比较高，但是25到59岁的中年人的失业率却创下了2018年有记录以来的新低。本质上还是年轻人不愿意再去工厂里干打螺丝的这种低端活了。而在另一方面呢，尽管低端产业有部分转移，可是最有利润的环节呢，我们都把控在自己手里。就拿最基础的纺织品行业来说，目前越南甚至没有布料印染的技术，上游布料都要从中国进口。其结果就是呢，从数据上来看，2022年中国对越南的顺差达到了590亿美元，创下了历史新高。布局东南亚的第2个利好啊，就是充分利用东南亚的人口红利，对冲人口老龄化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。目前呢，日本和韩国都出现了因为人口老龄化导致本国工厂找不到工人，制造技术被迫流失的情况。比如说，最近2年韩国造船业被中国反超，就与韩国老龄化密切相关。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啊，中国老龄化的节奏也会相当的快。如何避免日本、韩国问题在中国身上重演啊？那就是将东南亚充沛的人力资本纳入到中国制造业环节中来。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呢，目前东南亚地区人口年龄中位数为29.6岁，比中国要年轻将近9岁。同时呢，从文化上来看，东南亚特别是中南半岛文化与中国相近，也能够较好的避免类似中国投资非洲、拉美，中方管理人员与当地文化不融的现象。第3个利好呢，就是开拓中国商品在东南亚的市场。作为世界上最有经济增长潜力的地区之一呢，东南亚市场被全球各国广泛关注。
可是呢，从历史上来看，这里长期被日本和韩国经营和把持。比如说，我们看汽车，日系的车呢在东南亚具有绝对的统治力。根据日本京产省的数据，日系车在东南亚占据了夸张的76%的市场比例。在泰国市场，仅日系丰田、五菱、本田、304家就占据了将近70%的市场份额。手机方面呢，三星手机在最高峰的时候瓜分了越南近一半的市场份额，是越南的第一大品牌。可是呢，随着中国对于东南亚影响力的加深，传统的日韩品牌正在被挤出当地市场。比如，就在11月末刚刚结束的泰国车展上，比亚迪反超丰田，获取了当届车展最多的订单。其后跟随着长城、长安、名爵等国产品牌，已经大有和日系车平起平坐之势。而在手机市场上呢，随着中国手机品牌也开始在东南亚代工，铺设销售网络，三星在越南的市占率呢，也从2017年的47%下降到了2023年的30%，而这仅仅只是刚开始。随着东南亚战略的推进，中国商业品牌有望复刻过去2年在俄罗斯市场所取得的成功。要知道，东南亚的 GDP 是俄罗斯的1.8倍，这么一大块市场，如果融入中国，将会明显改变南中国的经济格局。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呢，东南亚是中国的家门口，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第一站。如何经营好东南亚，是中国登上世界舞台后展示给世界的第一份答案。所以这份答卷我们肯定会认真填写。今天呢，100年带大家观察中国在东南亚的存在，其实就是在观察更长远的未来中国与世界的相处模式。我们将以何种身份自居于世界？今天已经逐渐清晰。最后呢，如果觉得100年今天的分析有道理也欢迎关注我，为你带来最新最有深度的中国国际战略、宏观经济相关的分析与解读。我是100年，我们下期再见。